这个女孩杀了18年的猪，竟突然被告知是首长千金，只因首长全家马上被下放改造，于是贾千金立即带上稽查大队，指认女孩才是真千金。刘队长，你看到了吧？她这张脸跟我妈，不是跟唐春兰长得一模一样，她才是他们的亲女儿，我是被报错的，该下放的人是她，我是无辜的。霍灵秀，霍家的长子霍文博忍不住站出来训斥了一句：“你不要乱叫，我跟你们霍家可没半毛钱关系。”霍家的人只觉得心口疼痛难忍。从小到大，她都是家里的小公主，每个人都对她疼爱有加。然而霍家一出事，她立刻翻脸不认人，甚至主动带领稽查队搜查家宅，只为踩着他们立功，继续留在京市。霍灵秀，你到底有没有心？从小到大，我们对你有多好，你都忘记了吗？你们那是对我好吗？你们那是对你们女儿、妹妹好，跟我这个人可没有半点关系。你……霍文博一个在军队里杀伐果决的人，此刻竟然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反驳如此厚颜无耻的霍灵秀。呵，一道冷哼声传来，霍灵秀看去，就见从进来就一直都没开口说过话的何苗苗面带讥讽。你有什么好笑的？明天一早你就要跟着霍家这群改造分子一起下放了。听说那地方一天饿3顿，等到了那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我一天饿几顿就不劳烦你费心了。先来算一算我们之间的账。我们之间有什么账？你刚刚说你跟霍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是吗？是。你还说我父母哥哥们对你好，是因为你是他们的女儿和妹妹，跟你这个人没关系，是吗？是。很好。何苗苗点了点头，目光在他身上绕了一圈。那就把你耳朵上戴着的金耳环，脖子上戴着的金项链，手上戴着的手表，脚下穿的小皮鞋，身上穿的花裙子都一一脱下来吧。凭什么？凭这些东西都是我爸妈哥哥买给我的。怎么了？不舍得？也是，就你手上这块手表都得要100来块吧，这些可都是霍家的东西，你确定要跟我们这些改造分子有金钱上的往来吗？霍灵秀被吓得脸色一白，要是何苗苗这话被传出去了，她就算是不被牵连着一起下放，也绝对会挨处分的。谁说我不舍得了？你们霍家给的东西我都嫌脏。霍灵秀无比不情愿地将身上的耳环、项链、手表等一系列首饰摘下来，通通丢给了何苗苗。还你，全都还你。何苗苗掂量了一下手中的金耳环和金项链，还挺重。还有你的鞋子。何苗苗目光又落到她身上的裙子上，霍灵秀终于是忍不住了，冲她大喝：难道你想让我光着离开吗？衣服想留下可以。何苗苗点了点头。霍灵秀脸色这才好一点，可下一刻何苗苗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用钱来换。你说什么？我看这件衣服的款式和料子都是极其上乘的，应该是在百货商店买的吧，我之前去逛过，像这样一件衣服起码要15块以上，我也不多要，你给我10块就好。你……霍灵秀气的直接都在颤抖。你什么你？要么给钱，要么脱衣服，你自己选。霍灵秀扭头看向一旁的刘队长，刚准备开口：刘队长，你们接我回家辛苦了，我也没什么好感谢的，这2件首饰就当做是你替我找到家人的谢礼。何苗苗说着，就将霍灵秀刚刚摘下来的那套金耳环和金项链塞到了刘队长的手里。刘队长掂量了下那重量，眼睛顿时亮了。这要是出手，怕是有近100块。没想到这小女娃娃这么有眼力见。刘队长目光又落到了何苗苗手上的那个手表上。这可是个好货，一般人家可买不起。这刘队长的胃口还真是大，竟一个都不打算给我留。何苗苗心里狠狠唾弃，脸上却还是要保持着温和的笑意，将手中的手表塞给了刘队长。刘队长顿时喜笑颜开，看向身旁的霍灵秀：你选哪一个？你要是不想选，我就帮你选了。霍灵秀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周旋的余地了，只能咬紧牙关，从随身的小包里翻出了10块钱递给何苗苗。何苗苗看着痛快极了，一把抢了过来。刘队长，这时间不早了，要是去晚了，国营饭店那边可就要关门了。那10块钱就当作是留给这小丫头的傍身财吧，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好了，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你们一家人今晚好好收拾收拾，明天一早我接你们去火车站。贱人，你也就只剩下这一晚的好日子了，等你们下放后，等待你们的就是地狱。霍灵秀狠狠啐了一口，跟着刘队长离开了。你叫什么名字？何苗苗。苗苗，是妈妈对不起你，害你流落在外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回家，又害得你要跟我们一起下放。妈妈。何苗苗看着他这副眼眶通红的样子，心里有些发软，抬起手有些不太熟练地拍了拍唐春兰的肩膀。好了，虽然要被下放了，但我也找到了家人，有得有失吗？这个女孩杀了18年的猪，没想到竟是首长千金，而她才刚被接回家，就得知全家即将被下放改造，真是福一天没享，祸全让她背了。他们一个个视线都落在她身上，有探究，有愧疚，但更多的是心疼。这丫头一回来就要跟着他们一起受苦，他们心里实在是于心不忍。霍家的家风看着还不错，怎么就沦落到了被下放的地步了？爸爸上面有2个哥哥，1个妹妹，大伯一家有8口人，
二伯一家7口人，我们家6口，姑姑一家3口。不过姑姑一家在海市，但这次也受到了牵连。我们家除了你，还有谁？还有你2哥、3哥，他们是双胞胎。早上爷爷有点不舒服，他们就跟奶奶送爷爷去医院了。我等会儿去接他们回来。对了，我们被下放的地点是哪里？我们一家是去墨城，大伯一家跟我们同样在墨城，不过分在不同的县区。二伯一家去南城，姑姑他们去西山。那他们一家就是8个人。原本你回家，我们应该给你办个欢迎宴，挨个给你介绍家里人。只是家里的情况你现在也看到了，只能先委屈你了。霍文博语气里满是抱歉。刚刚看他把霍灵秀那个没心肝的对到说不出一句话时，他对这个妹妹就满意的不行。这才像是他们霍家的孩子。唐春兰和霍建国还是带着何淼淼跟霍家其他的人一一认了个熟脸。毕竟明天一早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总得先把人认全了。淼淼啊，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大伯现在身上也没什么好东西，这块怀表跟随大伯很多年了，就当作是给你的见面礼了。霍大伯从怀里掏出一块精致的怀表，塞到了何淼淼的手里，一看就是被小心珍藏的。不用不用，你这是嫌弃大伯用过了？当然不是。既然不是，那就收下。霍大伯强硬地塞给了何淼淼，何淼淼才反应过来，霍大伯刚刚那番话都是故意的。淼淼，这个镯子是大伯娘结婚的时候我妈给我的，现在送给你。淼淼，我是你二伯，这支钢笔给你。霍大伯一起头，其他的亲戚们也都开始纷纷全身找见面礼。霍家值钱的东西几乎都已经被收工了，每个人身上都只剩下几件偷偷藏下来的好物件，眼下全都塞给了何淼淼。毕竟这丫头一回来就要跟着他们一起受苦，只恨不得能对她好一点再好一点。何淼淼看着怀里堆得满满当当的物件，一下子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此时的心情。而后众人就各自回房了，毕竟明天一早就要去坐火车，大家还得回去收拾东西。淼淼，今天晚上你就先住在这里，我跟你爸就在隔壁，有事情你就叫我们。我知道，你先去忙吧。好孩子。何淼淼环顾了一下房间，虽然都空了，可就这装饰就能看出来霍家人对霍灵秀是掏心掏肺了，结果却养出了一只白眼狼。何淼淼长长叹了口气，这好日子我是一天没享受，吃苦倒是一点没落下。何淼淼的目光落到一旁柜子上面堆成一座小山的见面礼，心思有些微动。她上辈子被组织看中后带去基地培养，没有亲人，刚穿来的时候她只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何屠夫给她撑起了一片天。那颗冷硬的心终究还是被那个死老头磨得柔和了许多。何淼淼闭上眼睛，意念一动，她的眼前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可以存放物品，时间是静止的，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功能。何淼淼现在正在清算自己空间里存储的物资，这都是她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家当。只是这些东西还太少了，下放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还需要再准备一些。如此一想，何淼淼也没再耽误时间。京市十里巷口，这个女孩1岁就会杀猪，长大后才发现竟是手掌千金，刚被接回家就被告知明天就要下放改造，只因下放地区荒凉无比，常常一天饿9顿，于是她立马去黑市买了1000斤糙米、500斤大米、500斤面粉、500斤猪肉、800斤牛羊肉、100斤鸡蛋。这位小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来逗我玩，但就算你是真心实意来给我买东西，你开的这些东西我也拿不出来，这么多物资也就只有工匠能拿出来。那你这边有多少？你真要这么多东西？男人细细打量了一番何淼淼。对，但我时间比较紧，天亮之前就要。天亮之前？那这也太紧了吧。你帮我准备大概2000块钱的物资，事成之后我可以给你100块的报酬。多少？何淼淼也不跟他废话，直接从怀里掏出5张10块的票子放到了一旁的桌上。这是给你的定金。好，妹子，我看你是个爽快人，你这生意我接了。天亮之前，你叫人把所有的物资都送到新口路230号那个仓库里，我会让人去拿货。那个仓库荒废很久了，四周也没什么居民，确实是个交易的好地方。你这边尽快准备，天亮之前送来的物资我全要，天亮之后我就不收了。还有你注意点，不要被人察觉。放心吧，我干这一行这么久了，要是这点注意力都没有，我早就进去了。我先去那边等你。何淼淼在废弃的仓库里等了大概半个小时，黑市那边就派人送来了第一批货。妹子，这里是200斤大米，你先收着，后面的我再去准备。何淼淼按照黑市的价格折算成现金，递给了面前的男人。没错，1分不差。麻烦你们尽快把其他的物资送过来，我的时间不多了。何淼淼看了一眼手里的怀表，这是霍大伯之前送给他的那个，他留了下来，毕竟有个手表还是方便很多。放心，我是先领他们认个路，后面就快了。男人这话并没有直说，其实就是他们还不太放心何淼淼，这才先拿了200斤大米过来探探路。眼下看何淼淼真的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自然是放了心。又过了半个小时，这次来的人不少，600斤面粉、500斤糙米、200斤猪肉。妹子，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边已经将能收到的物资全部都收拢过来了，连带其他黑市都帮你打探过了，只是眼下查的严，我们只能找到这么多物资。
负责人有些肉疼，他看何淼淼的样子，手里明显还有很多钱，结果他们却没物资换了。没事，辛苦你们了。何淼淼说着，又掏出了50块钱递给面前的男人，这是另外一半辛苦费。多谢妹子。男人笑嘻嘻的接过，今天晚上真是遇见贵人了。这些东西需要兄弟们帮你送的，免费的，不需要额外付钱。不用了，我已经安排人手过来拿了。那行，我们这边就不打扰了。何淼淼确定附近100米之外都没有其他人的气息之后，这才把所有东西都收纳进了空间。要不是时间不够的话，他还想多囤一点。这是马上就要天亮了，他要是再不回去，霍家那边可能就会有所察觉了。妈，刘队长他们来了。淼淼，你收拾一下东西，我们一起下去。霍家人收拾好的行李，刘队长带着人又仔细地翻查了一遍。还好昨天收的见面礼何淼淼拿去黑市卖了换了物资，他们查到之前的或者是他们看得上的就私吞。刘队长确定霍家人身上已经榨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后，这才把他们送去了货车。别人下放都是怎么轻便怎么来，而这个女孩光是猪肉就囤了几千吨，只因她有一个空间，放多久都不会过期。霍老爷子，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家人一路顺风。一家人只能在站台分别，每个人都眼睛红红的。何淼淼站在后面，神色未明，这就是他喜欢独来独往的原因。你多结交一个人，就多一份牵挂，有了牵挂，手中的刀就会慢一分。这辈子倒是被迫有了许多羁绊。小妹，你不用担心，不管在哪里，我们都会好好照顾你的。小妹，你还不认识我们？我是你二哥，我叫霍敏学。小妹，我是你三哥，我叫霍心远，以后我罩你。霍心远急吼吼地跟着开口，还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似乎是在宣誓。霍家这3兄弟还真是性格各异，大哥稳重，二哥温柔，三哥开朗。小妹刚回来，你们不要吓到她了。我只是想跟妹妹打个招呼。霍心远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霍文博的目光重新落到何淼淼身上，眼底满是愧疚。霍敏学和霍心远看着他们大哥的神情，也在暗暗发誓，一定会护好他们的妹妹。妹妹没有在霍家享过一天的福，却要跟着我们一起受苦，不仅没有像霍林秀一样歇斯底里、咒骂怨恨，甚至一直都很乖巧温顺。这样的妹妹实在是让人忍不住心疼。我以性命起誓，未来绝对不会让妹妹吃一星半点的苦。就算再不舍，也终究到了要分别的时间。一家人挥泪告别，各自上火车。你叫淼淼是吗？害得你要跟我们一起受苦了。没关系，好孩子。霍老爷子看着面前的小孙女，心里是满意的。听三儿子说，这丫头昨天3言2语就把霍林秀说得气急败坏。果然一家人就是一家人，哪怕是没有生活在一起，骨子里的基因也是一样的。可一想起霍灵秀，霍老爷子就觉得心口又跟着一抽一抽的疼。从小他就当宝贝眼珠子一样护着，结果最后捅他们一刀最深的也是他。一路颠簸，总算是在第3天的傍晚下了火车。爸，那好像是来接我们的。你好，请问是石码头村来接人的吗？对，我就是石码头村的。你们是霍家人吧？是。你们总算是来了，我都等半天了，还想着你们今天是不是来不了了，赶紧走，要不然天黑之前我们都回不了村。小伙目光不小心落到了何淼淼身上，瞳孔顿时一震。霍文博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挡在了何淼淼的面前。他知道他妹妹长得好看，放在京市自然是没人敢动他们霍家的人，可如今来了乡下，那就得严防死守了。那个，我们先出去吧。小伙大概也发现自己的反应有点太失礼了，结结巴巴的在前面带路。我们村归属于安阳大队，如今正是秋收最忙碌的时候，你们这个时候来算是遇上好时候了。再晚几天秋收过了，工分就更难挣，到时候都分不到粮食，冬天可就要饿肚子了。山伢子是个话多的，一路上几乎是把石码头村的情况都跟霍家人解释了一遍，但霍建国他们是越听眉头越紧。看山伢子就知道，村里情况肯定不好，估计连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要不然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怎么可能会瘦成这样？霍建国已经在心里盘算，到了队里一定要尽快熟悉工作，多挣一点工分，让家里的父母、妻子、孩子都能吃饱。一路闲谈，终于抵达了石码头村。村长王红杰点了点头。你们跟我来吧，我先带你们去你们的住处。王红杰领着众人走了大概10多分钟，最后停在了一处有些破旧的牛棚前。村里是修了知青点的，可那都是给知青住的，你们是下放来改造的。根据规矩，你们只能住在这里。不过这房子确实是有些破旧了，好在最近天气并不是很凉，等到秋收过去后，我叫些人过来帮你们维修。最近这些日子，你们就将就一下吧。那就麻烦村长了。不用客气，等会儿我会让人给你们送点粮食过来。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就要跟着我们一起上工了。村长离开后，简陋的牛棚里就只剩下霍家这一大家子。先去里面看看。对，先进去看看，说不定里面没那么差呢。全家下放住牛棚时，看着屋内的环境，所有人都仿佛坠入无间地狱。这个女孩却笑着捧起发霉稻草铺床，随后又从霍家人带来的行李里找出了一套被子。爷爷奶奶，今天晚上你们俩就睡在这里。淼淼，你怎么会做这些？
还做得那么熟练，以前肯定没少吃苦。我可怜的女儿。这不是什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我再去看看隔壁的房间。何淼淼说完就朝着隔壁走去，两边的房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何淼淼刚准备上前整理，有几道身影就比她更快了。小妹，你休息，这些事情让我们来。是霍文博他们三兄弟。小妹，床给你们铺好了，你跟妈睡这间屋。让爸妈睡在这边吧。不用，我跟你哥他们去外面看看。霍建国一口拒绝。何淼淼还想说些什么，他却已经带着3个孩子出了房间。淼淼，让他们去吧，路上坐了这么久的车，一定是累了，你先好好休息。唐春兰的眼睛还红红的，却努力的让自己不在何淼淼面前哭出来。在京市，家里养的狗住的地方都要比这里好，可现在却要让淼淼跟我们一起受这种苦，都是我们的错。何淼淼为了避免她再哭出来，只得躺上了那堆稻草，顺带假装闭上了眼睛。唐春兰看何淼淼这模样，还以为她是累狠了，确定何淼淼睡着之后，这才小心翼翼地出了房间。淼淼睡了。这一路上应该是累狠了，躺下就睡着了，是我们连累了她。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又不能把她送回去。对了，这是村长刚刚让人送过来的粮食。都送了什么粮食过来？村长给了我们20斤玉米碴子，3颗白菜，半个冬瓜。这玉米碴子要怎么吃呀？熬点玉米碴子粥，再炖点白菜，能充饥就行。我们倒是没什么问题，可爸妈他们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这些东西哪有营养？还有淼淼那么瘦，现在还在长身体呢，这些东西哪能够啊？我们第一天来还没熟悉环境，等明天白天我跟村里的人打听打听，看看能不能再弄点其他的吃的回来。我不是担心自己，我就是担心淼淼。一提起自己最苦命的女儿，唐春兰眼泪就怎么也忍不住。妈，你别哭了，小妹刚刚睡着，别又把她吵醒了。霍文博安抚。唐春兰一听这话，立马把眼泪给咽了回去。第二天，霍文博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抱了一小把柴火，只不过4人的脸色看上去都有些憔悴。昨天晚上只有唐春兰回到了房间，他们4个人不知道睡在了哪里，看样子怕是并没有睡好。好了，可以吃早饭了。淼淼，这是你的。谢谢。跟我客气什么？我是你妈。唐春兰又有点想哭，自己的女儿竟然跟她说谢谢。何淼淼端着碗有点无措，别让孩子看笑话。是我没用。唐春兰努力地把眼泪逼回去。霍建国将剩下的粥分成了4份，跟3个儿子分了。只是何淼淼能够察觉到，他们3个人的粥要比他稀了很多，特别是霍建国自己，里面几乎都只有汤水了。但他面色不显，端着碗喝得面色如常。何淼淼看着碗里满满当当的玉米粒，心里又升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他们这边才吃完早饭，就听到了一道尖锐的哨声。上工了！霍建国连忙放下手上的碗，起身和3个儿子准备去上工。何淼淼自然而然地准备跟上。你就在家里休息。是，好好在家休息。上工的事情有我跟你爸还有哥哥。你也在家？不行，到时候分粮都是按照工分分的。我要是不去，以后分粮就会少个人头，冬天就没饭吃。唐春兰昨天晚上就已经想通了，既来之则安之，哭再多也没用，只能振作起来好好干。你嫁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让你干过一点活，现在也一样，我挣的工分养得起你们母女。是啊，妈，你就跟妹妹在家，顺带照顾好爷爷奶奶，口粮我们去挣。没错，我们一个抵3个。唐春兰站在原地，努力地控制情绪，真好，这次终于没有眼泪掉出来了。淼淼，你休息一下，我去把这些碗洗了。我去周围逛逛，总要找个合适的理由把空间里的物资拿出来，要不然天天喝玉米碴子汤，人都要喝抑郁了。你小心点，不要逛太远，中午早点回来。何淼淼迈步朝着村子中间走去，村里非常的空寂。何淼淼微微叹了口气，唉，这地方是真的穷，难怪霍灵秀说他们这一趟是要下地狱呢。就跟京市比起来，这可不就是地狱吗？何淼淼还想多探查点，忽然间一道尖锐的哭喊声传来。何淼淼当即顺着声音的方向跑了过去。这是怎么回事？狗蛋的眼睛被弹珠打到了。眼睛被弹珠打到了？你把手放下来，我看一下你的伤势。这下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孩子的右眼血水是不停地往外流。何淼淼一把将孩子抱了起来。这个女人只是出门散个步，没想到竟捡到一个受伤的小娃娃。医院在哪里？有一个赤脚医生，我们村里人生病都找他。赶紧带我过去。何淼淼这边跟着那个孩子已经到了村里的赤脚大夫家。赵爷爷，你快来呀！狗蛋要流血流死了！咋咋呼呼的干什么？可等他从屋里出来，就看到一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女娃娃抱着狗蛋，而狗蛋的手已经垂下去了。赵老头看到这一幕，一下就冲到了何淼淼的面前。他这是怎么了？好像是他们玩弹弓的时候被人打到眼睛了，他这会儿已经疼得晕过去了。这伤得太重了，
我就是一个赤脚大夫，这得送去县里的医院。我已经让人去叫他爸妈了。他们今天去后山掰玉米棒子去了，一来一回得半个多小时呢。狗蛋这伤势不能拖，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可我不认识去县城的路。你跟我走。人命关天，赵老头也顾不得其他，但还是留了个孩子在家门口叮嘱他：要是狗蛋爸妈找过来，就让他们带着钱来县里的医院，抱着孩子上车。这个牛车是公家的，个人要用的时候需要跟村里打报告，可现在情况紧急，也来不及走这个流程了。好不容易到了县城的医院，何淼淼脚步飞快地抱着孩子进了医院，一进门就大喊：快来人，这里有人重伤。医护人员快速上前，检查完何淼淼怀里孩子的情况后，快，这里有个重伤患者，马上送手术室。何淼淼在手术室门口等了片刻，赵老头停好牛车，就着急忙慌地赶过来了。情况怎么样？已经送进手术室了，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希望没事。时间1分1秒过去，王红杰领着人朝他们走来。赵爷爷，我们家狗蛋怎么样了？一个中年女人一看到赵老头，立马就扑了过来，声音哽咽：先别急，先别急，医生还在里面抢救。抢救？那中年女人一听到这2个字，双腿顿时就软了。你先别自己吓自己，狗蛋不会有事的。王红杰看到了站在一旁的何淼淼，眉头拧了拧。你怎么也在这里？就是这丫头抱着狗蛋来找我的。是你救了狗蛋？不算救，只是把他从山上抱下来了。那也是救，这份恩情我记下了。何淼淼听到这话，看向王红杰的眼神多了几分异色。这个村长还算是不错。谈话间，手术室的医生走了出来。医生，我儿子怎么样？患者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弹珠直接把患者的右眼打爆了，我们需要摘除眼球以及把弹珠取出来。可现在眼球摘除了，弹珠的位置却相当危险，我们集结了全院之力，却没有人有能力完成这个手术。你们可以把孩子带回去。医生说到后面，语气明显低沉了很多。他虽然没有明说，可在场的人都听得很明白。伤得那么重，带回去就等于等死。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儿子，我就只有他一个孩子，他要是没了，我也活不了。你赶紧起来，我们自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可我们这地方小，这种手术实在是没人能够完成。真的没办法了吗？实在是抱歉，这种伤势要是在京市，可能还有机会。王红杰身子踉跄了几下，稳住身形后深吸了几口气，咬紧牙关开口：带狗蛋回家。爸，我求求你，你救救狗蛋，他是我的命啊！不是我不救，是医生都没办法，这就是狗蛋的命。把孩子带回去吧，至少得让他在家里走。王红杰不敢去看自己的女儿，只能撇过头去。我不要，谁都不能带我孩子走。何淼淼站在一旁，看着众人哭红了眼的模样，绕过众人走到医生面前。能让我试试吗？何淼淼这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她身上。医生看着何淼淼，满是诧异。你是医生？我学过医。何淼淼启唇，不过那是上辈子的事了，这辈子她只杀过猪。学过那就是说你不是医生，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你个小丫头就不要掺和了。医生见何淼淼这么年轻，又是个女娃娃，以为她是在逗她玩，语气也变得严肃了起来。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你刚刚说了，你们医院没有任何医生有能力动这个手术，把孩子拖回去也只是等待死亡。既然结局都已经定了，让我试一试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坏的结果了，不是吗？何淼淼完全没有因为医生对她的轻视而不满，语气平静地剖析现状。可这不合规矩。只要家属答应，应该就不算违反规矩吧？医生迟疑了。让他试，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绝不会追究医院任何责任。而就在这个时候，王红杰突然开口了：爸，这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医生刚刚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狗蛋拖回去就是死，还不如我给他争这一线生机。王红杰目光落在何淼淼身上，其他人对他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但他这个做村长的早就已经知道了他们家的底细。他们可是从京城下来的大人物，说不定真的能够救他的外孙。村长果然好魄力。他知道王红杰这个人看得清楚状况，所以他刚刚才会开口。医生，你就让他去试一试吧，他是从京市来的。你是从京市来的？医生听到这话，态度明显有所改善。这个女人平时只敢用杀猪刀杀猪，如今却拿着手术刀救人。只因这个男孩的伤势，就连医院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一个只是学过医的人，就能够如此游刃有余地上手术台，我们这边分配过来的新医生都得要适应许久。怎么这么久都没出来？该不会是遇到什么状况了吧？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可那个丫头也太年轻了，整个县城医院的医生都没办法，她能有办法？别到时候害得狗蛋只能在医院里验。王青山说到后面说不下去了。狗蛋毕竟是他的亲外甥，乡下人一直都有个习俗，在外面死去的灵魂会因为找不到家乡而一直游荡在人间，无法轮回转世。你急什么？耐心等。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手术室的门终于再次打开了。手术很成功，患者已经暂时脱离危险了。
谢谢，谢谢。这跟我没什么关系，你们要感谢就好好谢谢这位小姐吧，她的医术简直是在世华佗。谢谢。村长不必如此客气，也是狗蛋的运气好。丫头，你要不要来我们医院上班？就你这个医术，就算没有从业证，我也能说服院长把你留下来。孙医生现在顾不上许多，只想把何淼淼留在他们医院。这么个能人，绝不能让他溜了。不好意思，我是刚刚下放到石码头村的改造分子，一切调动都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可能要辜负孙医生的好意了。你是下放下来的改造分子？也是，要不然像你这样的能人，怎么会来我们这种小地方呢？实在是太可惜了。王洪杰看着孙医生眼里茫茫的不舍与遗憾，在心里重新评估了一番何淼淼的定位。这小丫头的医术，连县里的主任医生都赞不绝口，一定是相当之优秀。而这个年代最缺的就是医生，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很少会千里迢迢的赶来县城，大多都是找赤脚大夫随便抓点药。如此一想，王洪杰脑子里瞬间就有了个想法。三丫，你跟阿丽在医院照顾狗蛋，我们今天先回去，明天早上再让你妈过来替换你们。王洪杰准备返回村里，只是上驴车之前，何淼淼却突然开口：村长，你们先回去吧，我还想去供销社买点东西，家里连个碗都是破的。那你等会怎么回去？我自己走回去就行。还是我们送你去供销社吧，等会儿再一起跟我们回去。你一个小姑娘，又是第一次来县城，要是迷路了，我们还得来找你。那就谢谢村长了。村长，谢谢你送我回来。你救了我们家狗蛋，是我应该谢谢你。王洪杰对何淼淼是越来越满意了，既有能力又谦逊的年轻人，谁不喜欢呢？那我就先回家了，我出去了这么大半天没回去，我家人应该着急了。好，快点回去吧。何淼淼走到半路，发觉周遭已经没有人了，这才往布袋里又多放了一点东西。他去供销社买的那些东西不过就是掩人耳目，他真正要拿出来的东西都在他的空间里。一边走一边塞，布袋都已经装不下了。何淼淼只得作罢，想着下次再找别的机会。小妹怎么还没回来？该不会是出去逛忘记时间了吧？别是出事了，还是我去找找吧。何淼淼抱着怀里那大布袋出现在霍家人眼前时，一个个眼里都满是诧异。淼淼，你这是拿了些什么？何淼淼把布袋放到众人面前，霍家人一看到布袋里面的东西，眼珠子都瞪大了。霍建国率先回过神来，又紧张地看着何淼淼。淼淼，这些东西你是从哪里弄来的？何淼淼把今天早上遇到的事情都跟霍家人解释一遍。霍家人听完后，久久都没回过神来。小妹，你还会医术？我养父在的时候学过，后来他去世了，就没继续学了。何淼淼这话也不算假，只不过何淼淼学的都是些皮毛罢了。但教他的那个师傅早就已经过世了，他医术到底如何，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原来是这样，那你养父对你还挺好的。他一直都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所以你们也不需对我有什么愧疚。这些年我过得也不差。可霍家的人没一个听进去，毕竟再好又哪能好得过手掌千金呢？何淼淼从布袋里拿出了几个热腾腾的大肉包子，递给了霍文博。大哥，你把这些肉包子给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他们分一分。霍文博转身把包子分给了霍爷爷和霍奶奶，又将仅剩的2个给了霍建国和唐春兰。我的留给淼淼，我的也留给淼淼。霍文博转身想把包子还给何淼淼，何淼淼却又掏出来好几个大包子塞到他怀里。谁都不用让，每个人都有。赶紧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你们今天已经上了一上午的工，中午再不吃点好的，下午可没有力气上工的。霍文博听到他这话，沉思了片刻，转身把怀里的包子分了出去。小妹说的没错，我们吃饱了才能挣工分。说完，霍文博也一口咬了下去。霍敏学和霍新远看着大哥都吃了，也纷纷开吃。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肉包实在是太好吃了，你们赶紧尝一尝。饶是霍建国戎马一生，这会也有点按耐不住心底翻涌的情绪，低下头咬了一口，喉咙酸涩的厉害。我拼搏一生，本是为了给妻儿一个安稳富饶的家庭，结果最后还要靠在外面流落多年的女儿，我太没用。吃完午饭后，听着哨声就又去上工了。这次唐春兰怎么说都要跟着他们一起去，霍建国拗不过，只能带他一起。何淼淼趁着这个功夫，把家里稍微收拾了一下。一直到傍晚时分，何淼淼终于等到了他要等的人。在那个吃饭要靠挣工分的年代，最缺的就是医生，而这个女孩却凭借着娴熟的医术成功救下了男孩。你叫何淼淼是吗？你家的事情我初步了解了一下，你也算是得了场无妄之灾。不过既来之则安之，焉知祸福。村长说的不错，至少我找回了家人。我看你父母兄弟对你都疼爱，舍不得让你上工。不过多一个人干活总是多一份口粮，我这里有个非常适合你的活，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村长你说，只要是我能做的，一定义不容辞。你应该也知道了，村里就只有赵老头这一个赤脚医生，他的医术都是自学，平时也就只能治个头疼脑热的，好多时候还不见效，严重耽误了队里的任务进程。而你的医术是经过县里医生认证的，你要是能去赵老头那帮忙，
想来村里人看病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答应，我可以每天给你记满工分的。能够帮上村里，我自然义不容辞。你答应就好。可我之前去过赵老头的家，里面几乎没有设施和药物。村里条件差，药品又太贵，我们根本买不起。平日里在赵老头那边看病，用的也都是他自己从山上采的一些药材。山上确实是有不少药材，运用的好不比医院里的那些西药差。你还认识药材，那真是太好了。所以以后我可以去山里采集药材吗？何淼淼问出了她最想问的，毕竟这个时候就连山上的一根草都是公家的。当然可以啊，你这是为群众做奉献啊。那我什么时候去上班？明天可以吗？王洪杰试探道。不是他太心急，着实是生病的人太多，赵老头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可以。那我就替大家谢谢你了。王洪杰看向何淼淼的眼神变得敬重了许多。这年代大家对技术人才都是十分敬重的，只要你有真本事，管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能受人敬仰。不用客气，我也是为我自己。何淼淼笑着把王洪杰送走了，转身朝着屋里走去，拿出上午在县城买的肉和大米，煮了8个人的米饭，又开始切肉，把饭菜摆了上去。门外就传来了霍建国他们的声音：哥，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你可能是饿昏头了吧？妈跟我们一起上工，家里哪有人做饭？我好像也闻到了。你们怎么都站在门口？而就在这个时候，何淼淼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看到大家都在，脸上一喜：你们都回来了，正好洗洗手可以吃饭了。吃饭？你做好饭了？我在家没什么事做，就把饭菜做好了。你们快进来呀，真的有肉，还有白米饭。每个人都有，不用推辞。众人也不在意有没有桌子凳子，一个个席地而坐，连从小到大的礼仪都抛之脑后了，吃的那叫狼吞虎咽。小妹，这辣椒炒肉太好吃了，还有这个拍黄瓜，清香又解腻。你的厨艺比我之前在京市大饭店吃的都要好。霍心远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含糊不清地夸赞何淼淼：是啊，淼淼，你的厨艺太好了。你们喜欢就好。淼淼，以后你不要这样了。霍建国这话一出，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到了他身上。你干什么呢？淼淼辛苦在家替我们张罗了这么多好吃的，你怎么还怪他？是啊，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是什么意思？就连霍老爷子也放下了手里的碗，直勾勾地盯着霍建国，那样子就好像是他要是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就要家法处置了。霍建国连忙解释：我没有怪淼淼，我是想说现在白米和肉都是金贵的东西，留着给他和爸妈吃，我们吃玉米碴子就好了。原来是这样，那你刚刚那么严肃，吓我一跳。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那不是有点担心你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击得变了心性吗？淼淼，我们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待多久，以后肉和白米就留给你跟爷爷奶奶。没关系，村长给我找了个轻松的活，以后我也能挣工分了。我不是说了要你在家休息吗？怎么还答应了村长去上工？在这种地方哪里有轻松的活？都是骗你的。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回绝。霍建国一听这话，起身就准备拉着何淼淼去找王洪杰。真的很轻松，他让我去村里唯一的赤脚大夫那里帮忙，不用下地，而且是满工分。赤脚大夫？这里偏僻又落后，村民生了病没钱去县里医治，大多找些赤脚大夫开点药。我之前救了村长的外孙，他觉得我医术不错，就请我去赵老头那边帮忙。不管有没有病人，只要我在那边，就每天都是满工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确实比下地要轻松很多。可看病牵扯甚广，这里的村子基本都是一家人，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就有可能引起全村的不满。唐春兰没有见过何淼淼在医院里救人的情景，只想着何淼淼应该只是懂一点医术。是啊，这里不比在京市，你不用勉强自己，爸爸跟哥哥能够养活你。何淼淼真是有点无奈了，她很想知道在霍家人眼里她到底是有多脆弱。在那个所有人都吃不饱饭的年代，而这家人却能吃上肉和白米饭，只因这个女孩有一个无论存放多久都不会过期的空间。淼淼，今天做饭累了吧？妈妈已经把床给你铺好了，赶紧休息。妈，爸和哥哥他们一直住在牛棚那边也不方便，白天干那么重的活，晚上肯定要休息好。可这里也没有多余的房间了。我们可以女的住一间，男的住一间啊。是啊，之前怎么没想到呢？你等我，我这就去找你爸。淼淼，你真的愿意吗？你奶奶身体有点不太好，晚上会容易起夜，恐怕会吵到你。没关系的，我睡觉比较沉，只要睡下去，打雷都吵不醒。看着如此懂事的何淼淼，霍建国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暗暗下定决心，不管环境如何，都要给他女儿最好的。第二天，霍家人刚吃完饭，上工的哨声就响了起来。淼淼，你去了赵老头那边小心点，午饭妈妈回来做。等霍家人都离开后，何淼淼才去赵老头家。王洪杰已经提前跟赵老头说好了，一早就在门口等着了，看到何淼淼过来，顿时松了口气。丫头，
你可算是来了，老头子，我都等一早上了。赵老头看何淼淼的眼神极其和蔼，他可是把县医院医生都救不回来的人给救活了呢。不好意思，今天起晚了一点。不晚不晚，是老头子我睡不着，起得早了。你先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药堂这边的情况。这些药都是我采的，只是我年纪渐渐大了，很多山也爬不上，只能在山脚下找些能用的。药堂里现在还有多少药？就你面前这些了。今年天旱，山里的药材都少了很多。赵老头叹息。何淼淼看着面前不到3个簸箕的药材，眉头皱了皱。这么点都不够3副药。赵爷爷，药堂里的药材太少了，就算我们看出病人的症状，也配不起药。我去山上看看吧。我也是这个主意，不过山上的路崎岖，你一个人上山要注意点，还有不要太往里面去，怕有野兽。我知道的。何淼淼背着赵老头给他的背篓就去了后山，但也找不到什么药材。何淼淼只得往山里又走了走，只是沉寂在挖草药中的何淼淼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越走越深。何淼淼想起赵老头说这林子里可能还有野兽，转身准备离开，可才走了几步，就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一阵动静。何淼淼猛地回头，眼神里划过一次肃杀，握紧了手里的镰刀，巧步上前，空气里隐约有一丝血腥的味道。何淼淼对血的味道很敏感，眼神忍不住亮了亮。要是能够逮住一只大家伙，晚上就又能回去加餐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团黑影突然从山上滚了下来，何淼淼飞起一脚，直接将那东西踢了出去。一阵闷哼声传来，何淼淼脸上的神情顿住了。这声音听上去不像是什么野兽，怎么那么像是一个人呢？何淼淼试探着朝那团黑影走去，整个人顿时愣在了原地。还真是个人。那人浑身是血，脸上更是沾满了泥垢，此时躺在树脚下，不知是死是活。该不会是把人踢死了吧？现在跑路。忽然间，那人的唇齿间溢出一阵轻微的咳嗽声。何淼淼转身准备离开的脚步就这么停了下来。算了，就当你命不该绝吧。何淼淼上前蹲下，打算检查一下对方的身体，可他的手才探出去，一只大手就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一双如鹰般锐利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何淼淼。那一瞬间，何淼淼有种看到同伴的感觉，他敢100%的肯定，这男人手里绝对沾过人命。你是谁？男人声音嘶哑的厉害。何淼淼刚想开口，目光却瞥到男人肩膀上的标志。你是军人？何淼淼询问。他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泥垢和血迹染得看不清楚原来的模样，但肩膀上隐约能看出徽章。你是山下的村民？陆修远保持最后的理智。是。何淼淼点头，态度也比刚刚要好了不少。之前不想救人是怕救错人，捡过男人的都知道，路边的男人不能随便乱捡，轻则被骗财骗色，重则家破人亡，那可是有诸多血淋淋的例子。可如果这人是军人，那就另当别论了。你伤得很严重，我先带你下山。何淼淼说着就准备把人扶起来，陆修远却制止了他。我是陆军第123团上将陆修远，我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队里出了叛徒，导致我们受到追杀，如今整个小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些人还在追你？何淼淼捕捉到了重点。陆修远点了点头。他们有武器，人数还很多，我要是跟你离开，说不定你们整个村子都会被我拖累。那你跟我说这么多干什么？何淼淼放弃了带陆修远离开的念头。村子里可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村民，他不能把那些恶徒引过去。陆修远艰难地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是我们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抢回来的机密，我需要你帮我传递出去。你放心，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就你刚刚带脚的力度来看，想来也是练过功夫的。这家伙是故意提这一茬的吗？同志，这里面的东西极其重要，为了这个，我们已经牺牲很多人了。我可以死，但这个东西绝对不能丢。只要你能帮我完成这个任务，组织一定会有奖励的。何淼淼的反应看在陆修远的眼里成了拒绝，抓着他的手更紧了一点。你要我把这封信送到哪里？何淼淼看着已经进气多出气少的陆修远，沉声：6月18，漠市南山教堂，你去找一个戴着黑色帽子，胸口别着一朵白花的中年男人，你问他现在几点了，他要是回你天快亮了，你就把这封信交给他。陆修远努力的让自己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楚一点。6月18，今天是6月10号了，还有8天。何淼淼伸手接过了陆修远递过来的信封。我答应你，不过我要是去了没见到你说的这个人怎么办？如果没等到这个人，1个月后的同一天你再去一次，一定会有人在。好，那你要怎么办？我缓一缓，得把那群人引到更远的地方去。何淼淼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以及山下的村子，毕竟他要是死在这里，那群人肯定会下山搜查。何淼淼眉头拧了拧，从身后的背篓里翻翻找找。算你运气好，今天遇上我。何淼淼找了几样止血的药材，将那些药材捣成汁液，把衣服脱了。何淼淼吩咐，可陆修远却没有任何动静。你干什么？怕我非礼你？不是，我现在没有力气。忘了这个问题了。何淼淼上前直接脱掉了陆修远身上的衣服，那健硕的胸膛上到处都是伤痕。
左腹处好像还有一处枪伤。伤成这样还能跑？铁做的吗？何淼淼二话不说，将那些汁液一股脑地摁在了陆修远的伤口上。陆修远疼得倒吸了口凉气。何淼淼简单的替他包扎好了伤口。这里没有工具，我没办法替你把子弹夹出来，但我的药材可以暂时给你止血。何淼淼一边给陆修远包扎，一边解释。疼痛感让陆修远的意识稍稍清明了一点，垂眸看着面前的姑娘，眼神划过一丝异色。这姑娘年纪不大，处事却非常的沉稳镇定，一般的小姑娘见到她这模样，怕是早就飞一般的逃了。她竟然还能面不改色的替我处理伤势，这种偏僻的山村能长出这样奇特的姑娘吗？何淼淼自然知道对方在打量她，并没多做解释，替她包扎好伤口后，又转身假装从怀里掏什么东西，实则是从空间里拿了几片人参。这人参可是何屠夫偶然间得到的，差不多有600多年了。这是野生的，一片就能吊一口气，也没多少了，但为了国家利益奋战的军人可以豁出老本。何淼淼将手里3片人参塞到了陆修远的怀里。这是将近600年的人参片，要是觉得坚持不下去了，含一片在嘴里。陆修远看着手里的人参片，色泽明亮，一看就是真品。谢谢。好了，能做的我都做了，至于你能不能活下去，那就看你自己的运气了。何淼淼做完一切后，背起自己的背篓，准备离开。你叫什么名字？陆修远看着他的背影，下意识地问道。何淼淼回头，那张娇媚的面庞在灰暗的林中好像会发光一样，夺目的让陆修远以为刚刚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他临死前幻想出来的画面。你要是能活下来，我就告诉你。何淼淼笑了笑，转身离开。陆修远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四周寂静无声。要不是掌心里还躺着那3片人参片，他真的会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陆修远含了一片人参在嘴里，清香间带着点微苦的味道，瞬间溢满整个口腔。原本已经精疲力尽的身体，在这一刻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一些力气。陆修远将剩余的2片人参藏在了贴身的口袋里，撑着一旁的树木，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得走得更远一些。何淼淼背着背篓回了赵老头的家。你这丫头总算是回来了，去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迷路了呢。今天找到的药材有点多，就多耽误了一点时间。何淼淼把背篓拿了下来。赵老头一看到整个背篓都快要装满了。你挖了这么多，进深山了是不是？山下和山边都已经被扫荡空了，想要挖到好药材，只能进深山。你这丫头，一个人跑那么深，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下次。赵老头原本想说下次不准去了，可看着背篓里满满当当的药材，到嘴的话又拐了个弯。下次我找人陪你去，这些可都是能救命的东西，不能不找啊。他原本只是想试探一下何淼淼在中医方面的本事，所以没找人陪同。没想到人家中西医双修，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多找几个人陪他一起去，说不定就能带回来更多的药材。不过有了何淼淼，这事也就不用着急。苗丫头，你在一旁休息吧，这些药草我来处理。京市来的丫头，果然不是我们这种山里人能够比拟的，可得跟村长好好说一声，让他们照顾好霍家人，可不能让这丫头跑了。对了，赵爷爷，末世离我们这有多远呀？末世那可远着呢，你问这个干什么？没什么，就是上次去了县里，觉得那里的供销社都没什么东西，我就想着去市里看看。你这丫头眼光还挺高，县里的供销社都满足不了你，你要买什么好东西啊？也不一定非要买什么，就是想去看看，有合适的就买回来。这要去市里，我们得先去县里，然后再搭长途汽车去市里，这一来一回都要2天了。如果只是为了去逛一趟供销社，不值得如此折腾。女人刚在山上就起野生帅哥，就被陌生男人扯进接生现场。这是生不下来了，大牛媳妇已经没力气了，宫口开的还不够，孩子根本出不来。那怎么办呀？这可是我的孙子呀！如今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剖腹取子。那妇人愣了一下，但很快就下了决定。剖，马上剖，总不能让我孙子也跟着一起去了。你们既然决定了，那就去开始准备吧。接生婆拿起一旁的刀子，就准备上前划开女人的肚子。在医疗条件落后的乡下，难产时就会采取这种最原始的办法，剖开产妇的肚子，把里面的孩子拿出来，至少2个活1个。住手！就在接生婆的刀子准备划下去的时候，一道清脆的厉喝声从门口响起。何淼淼冲进屋里，一把抢走了那个接生婆手里的刀子。你是谁呀？赶紧把刀子还给我！晚上1秒，孩子恐怕就要憋死了。你们想干嘛？大牛，你媳妇已经不行了，总要把孩子拿出来。是啊，大牛，你快点让开。你们要划开阿花的肚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总不能看着大人和孩子一起死吧？滚出去！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大牛，你这是干什么？我可是在救你的儿子。你要杀我媳妇，我还能任由你留在这？你这人，我可是好心好意过来给你接生，你不领情就算了，就等着给你媳妇和孩子收尸吧。你胡说八道！我已经找来了医生，我媳妇和孩子都不会有事的。你再咒他们，我就跟你拼命！王大牛气势汹汹，
吓得接生婆都往后退了几步，目光看向正在给大牛媳妇做检查的何淼淼，嗤了一声：“大牛，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小姑娘？她自己都没怀过孕生过孩子吧？就这样还能叫医生？别到时候害得你媳妇孩子都一命呜呼。”王大牛听着接生婆一而再再而三的诅咒他媳妇，实在是受不了，想上前撕了他的嘴。大牛！王大牛一听到他媳妇的声音，立马转身跑了回去。只见原本已经快要昏死过去的黄春花，此时竟然睁开了眼睛，脸色也比之前好了一点。阿花，你醒了，你终于醒了。你们去准备一些热水和干净的毛巾，我现在只是用药暂时吊着你媳妇的命，现在得尽快把孩子生下来。他刚刚偷偷的塞了一块人参到王春花的嘴里，毕竟生孩子还得靠产妇，他要是昏迷，那就真的要一尸两命了。好，我这就去。这怎么可能呢？他刚刚明明已经油尽灯枯了呀，这会怎么又醒了？这丫头对他做了什么？你咬着参片，努力保存体力。你现在的胎位不正，我需要给你正回来。何淼淼这才看向黄春花的肚子，孩子是臀位，一般这种情况，如果在难产时都没办法扭转回来的话，大部分都会采取剖腹产。可现在医疗条件不允许，黄春花也等不到送去县城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手法把这个胎位正回来。接生婆一看何淼淼的举动，就知道她要做什么，在一旁泼凉水。我已经是过给孩子正位了，可他这一胎实在是太偏了，根本正不了，你就不要白费力气了。你不行不代表我不行。你行，我倒要看看你这丫头本身有多大，别到时候害得人一尸两命，平白给自己招惹孽障。何淼淼懒得理会，双手轻轻地抚在黄春花的肚子上，开始缓缓推动。何淼淼的动作看似缓慢，但孩子已经顺着她的劲在肚子里慢慢转动了。终于当孩子的头朝下后，何淼淼才呼出一口浊气。现在胎位正了，我要指导你分娩，你听我的指令，不要乱用劲，我让你用力时你再用力，知道吗？黄春花用力地点了点头。你真把孩子的胎位推正了？一旁的接生婆听到何淼淼这话，惊呼道。可何淼淼哪有功夫理她，指导着黄春花呼吸用力。好，现在吸气，然后用力，感觉像是拉屎一样，缓缓的。黄春花在何淼淼的指导下，渐渐平复下慌乱的心。几个来回间，房间里突然响起一道嘹亮的哭声，生出来了。何淼淼把孩子包好，放到了一旁的炕上，然后准备查看黄春花的状况，却不想褥子已经被黄春花的鲜血打湿了。大出血了。何淼淼眉头一拧，时间还是耽误的太久了一些。你们都出去。我媳妇。要想你媳妇活，赶紧把他们都带出去。王大牛这才如梦清醒，立马准备赶人，把孩子也抱出去。关门。黄春花此时已经陷入了昏睡，那片人参只能支撑到她把孩子生下来。何淼淼直接从空间里拿出一个布包，她的中医是组织请了当世最厉害的传承大家教习的，一手银针可肉白骨医死人。只是这套针法使用起来需要消耗极大的心力，若不是性命有关的情况，是不会随意施针的。每施一针，何淼淼的脸色就白上一分，额头上也布满了薄汗。屋外的人一个劲的往屋里看，却都被房门和窗户阻拦了干净。这大牛媳妇是大出血了吧？这还能救回来？这哪救得回来呀？隔壁村有个媳妇也是生产室大出血，那还是在医院呢，都没救回来。可刚刚不是说孩子也生不下来吗？这不是也安全的生下来了？说不定这位何医生真的有通天的本事。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说着，王大牛抱着怀里的孩子，一颗心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过了多久，久到王大牛抱着孩子的两只手都开始微微发麻了，房门才终于被人从里面打开。何淼淼虚弱地撑着门框走了出来。何医生，我媳妇怎么样了？你媳妇已经没事了，后面好好照顾她，她失了很多血，给她吃点有营养的。谢谢，真的谢谢。王大牛说着就抱着孩子跪了下去。好了，进去看看你媳妇吧。王大牛立马抱着孩子进了屋，其他人也一蜂拥地跟了进去，都想看看何淼淼是不是在吹牛，毕竟可没有几个女人在生产时大出血还能救回来的。何淼淼也不管他们是何种心思，强撑着往家里赶，只是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就感觉头晕眼花，两只脚更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小妹，淼淼，你醒了？你还好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要不要我去给你叫医生？妈，淼淼她自己就是医生，你去哪给她找医生呀？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现在应该都快天亮了吧？你三哥把你抱回来后，你就一直昏迷不醒，都快把我们吓死了。我没事，就是有点太累了。你说说你，这个人怎么还把自己搭上了？那工作你别做了，妈妈正宫分养你。在何淼淼昏迷的这段时间里，霍家人已经把事情的经过都了解清楚了，知道何淼淼是为了救人才把自己弄成这样的。何淼淼被这话弄得笑出了声，但心里也涌上了一丝感动。老天这辈子待她还不算薄，前面15年由何屠夫陪着，现在又多了霍家这一家人。妈，我身体没什么大碍，就是太累了，睡一觉就没事了。你休要骗我，你三哥抱你回来的时候，你脸色白得吓人。唐春兰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何淼淼刚想要说些什么，门口就传来一阵敲门声。霍家人一愣，他们这个地方可是狗不理地带，村里的人都不愿意跟他们沾上关系，这个时候谁会来？小妹，这是王大牛送过来感谢你的。霍文博把手里的袋子放在了何淼淼的面前，何淼淼扫了一眼，里面都是一些地瓜土豆。收了吧，这是村里人能拿出来最好的东西了。